大家好，我是牛奶。在将近半天时间的亡命逃奔之后，萧炎一行人见到了胜利的曙光，第3层的入口。疲于奔命的众人看到那遥远处宛如天墙一般巨大的能量光幕时，兴奋极了。光幕下有4人正盘腿而坐，其中有1人突然抬头看向远方，淡淡的道：“他们都来了，跟来的还有能量风暴。”闻言，一银袍男就开口吐槽道：“古镇，你这家伙也太平静了一点吧？那可是能量风暴啊！若是被卷进去，我们这里的人恐怕没一个能活下来。”一旁的壮汉男点了点头，表示附议。古珍却是微微一笑，道：“倒不是我平静，是慌乱也没有用，而且这里有青阳都统在，最坏的事应该不会出现的。”听到这话的古青阳没有辩驳，只是笑着道：“这里的能量光幕已经实质化，只能勉强打出一个通道，但这种工程可不是我们4个人能办到的，所以即便我们先到这里，也得先等等其他的人。”古珍听到这话，毫不留情的就拆台道：“你是担心消耗太大，进入第3层后无法应对吧？”古青阳没有狡辩，而是缓缓站起身来，目光望向远处天际道：“薰儿他们到了。”古青阳的话音刚落，就听薰儿的声音响起：“青阳大哥，为何不进去？能量风暴就要来了。”徐徐从半空落下，柳眉微蹙的薰儿道：“光幕实质化了，必须要强行破开，我在等他们。”古青阳笑，旋即目光扫了扫一旁的萧炎，又冲着薰儿道：“没事吧？”“没什么事，只是跟魂族的2个家伙纠缠了1个月。”听到薰儿这话，古青阳4人都是皱起了眉头。“那2个家伙竟敢对你出手！”银袍男快人快语道：“他们也没讨到什么好。”薰儿微微一笑，偏过头就见一道的流光闪掠而来，那坠在最后的可不就是魂牙2人吗？现在还不是跟他们动手的时候。看着古青阳那不太好的脸色，萧炎出声道，点了点头，古青阳并未作声。等人都到齐了以后，才站出来表示通往第3层的能量光幕已经实质化，只有强行打破方才能够进入第3层。但这种工程并非1人1力可以完成，所以在场的各位要么联手打破，要么一起完蛋。在场的众人脑子都没问题，好好的谁会嫌活太久命太长，自然是干。见到众人皆是点头，古青阳也是微微一笑，旋即就是一阵恩威并施，该敲打的敲打，该规范的规范。最终工程小队正式成立，第1波由古青阳所带领的施工小队进行挖掘和爆破，第2波由额头上顶着炫酷闪电纹路的雷族真人跟上。就在众人伴随着通道的逐渐开辟而前行之时，同薰儿一起位于最后方的萧炎却是明显感觉到那从外面传来的能量威压越来越强，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响起了那种能量风暴所带起的呜呜破风之声。能量风暴应该闯不进来。察觉到萧炎动作的薰儿安慰道。萧炎点了点头，旋即摸了摸身旁那些实质的能量晶层，道：“这第3层的入口一直都是呈实质化吗？”“据说从我们8族第1次来到这里时，这里的光幕便是实质化的，即便经过无数岁月的变迁，这里的实质能量也依旧没有融化的迹象。”薰儿轻轻点头道。萧炎感叹着天幕果然神奇的同时，脑袋里有一丝灵光闪现，只是尚且没能抓住，就被一道惊天动地的声音打断了。是能量风暴席卷来了，动静之大，使得整个光幕都颤了颤，通道内的众人都沉默了。古青阳迅速回神表示：“大家还是加快速度吧。”这一下，之前有小心思磨阳功的人再也不敢懈怠了，甩开膀子就是干。就连魂牙魂力2人都是在萧炎的监视下上去干了2轮苦工，直到一点细微的异响传进了萧炎的耳朵。猛地望向左边的金币，萧炎伸手一摸，好家伙，居然有一层淡淡的能量液体从金币之中渗透而出，再度屈指弹出2缕能量匹链，连接到两边的金币。萧炎发现了个要命的真相。萧炎那略显诡异的举动和僵直的身体引起了古青阳的注意。“萧炎！”古青阳微微皱眉叫了一声。听到叫声的萧炎有些恍神，顿了2秒之后才抬起头看向众人，声音干涩的道：“这里的金币在合拢。”此话一出，通道之中瞬间变得死寂。古青阳上前学着萧炎的操作感应了一下，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旋即快步走到金币旁，一拳轰裂了金币。清楚看到裂缝中那密密麻麻的雪白虫子在不断的蠕动中分泌出一些液体状的东西，然后覆盖在晶体表面，急速凝固间竟然形成了一层极薄的实质能量。众人都觉得头皮一阵发麻，因为这意味着这片伫立天地的能量光幕其实是由这些雪白小虫创造的，而它们现在正位于巨大的虫巢内部。这些个可可爱爱的雪白小虫其实名为远古噬虫，体型虽小，其数量却是奇多。
有能够吞噬一切，然后不断分泌出精纯能量的本领。据记载，远古时期就已经灭绝。没想到他们这一行人这般的好运。要知道，一旦虫巢里的小虫虫们全部醒来，魂牙立马就跳出来指责古青阳是故意想将众人都害死在这里。古青阳立马就还击道：如果不是我带你们进入这里，先前你们已经死在能量风暴中了。而且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两边的金币正在缓缓合拢，我们必须尽快打通通道。在场的人都是有脑子的，是非对错、轻重缓急还是有分寸的。于是空前团结的工程小队们开启了挖掘机模式，在一群人的狂轰猛炸之下，那金币的开辟速度比之先前如同坐火箭一样飙升。然而这么大的动静似乎是惊醒了更多的虫，只见两旁的金币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徐徐靠拢。必须阻拦一下金币合拢的速度，萧炎皱眉道。古青阳却是摇了摇头道：没用，任何攻击都会被这些远古噬虫吞噬，胡乱攻击只会让他们分泌的能量越来越多。语罢，袖袍一挥，一道强悍斗气便是狠狠地轰击在两旁的金币之上。事实正如他所言，那斗气落下的地方，一股股能量液体以更快的速度流淌而出。萧炎震惊于这些小虫子的奇异之时，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如果这些虫子汇聚到了他们前进的方向，那他们岂不是得彻彻底底的被封死在这里面了？古青阳一看萧炎变得异常难看的脸色，瞬间就铜平了。定睛一看，还真有些细小的影子正朝着他们前进的方向迅速汇聚。轰！萧炎一拳狠狠地轰击在前面的金币之上，镜面果然没有像之前一样破碎飞溅，而是仅仅出现了一个半尺左右的凹槽。而且这凹槽刚刚出现，便是有一股股能量液体从其中渗透而出，迅速将之修复。那些远古噬虫跑到前面去了。见证了这一幕的众人瞬间就慌了，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不信邪的一些人又去试了试，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一阵面面相觑之后，众人都看向了古青阳。古青阳还没开口说些什么，就又见那魂牙跳出来讽刺古青阳，真是使得好手段的。古青阳不想理他，萧炎见此情况想了想，决定用异火试试看。没想到居然真的行，这虫子怕火，众人这才狠狠地松了一口气。萧炎，快动手打通通道！魂牙又蹦跶出来道。鸟都没鸟魂牙，萧炎径直走向了炎族的那位红衣女子以及药族的那位男子道：二位，打通通道的事可以由我来，但我希望你们施展异火对付两侧，延缓一些金币合拢的速度。这种工作对于你们二人来说应该不难。这女子嘛，正是火炙，拥有着异火榜上排名第8的红莲业火。至于那男子，就是被人称为人药子的药吉星，拥有异火榜上排名第10的九幽风炎。这样的大环境下，这二人不点头也不行啊。只是萧炎怎么可能白打工呢？只见萧炎缓缓一笑，开口就找众人要起了除火炙二人以外其他人手中的能量盒。众人自然是肉疼的，不过在雷族二人的带头下，其余人也陆续的取出了一些盛装着能量盒的布袋，然后抛向萧炎。魂牙二人就没那么自觉了，非要萧炎点名，那抠抠搜搜的模样，居然幻想着不出工钱。最终魂牙二人还是铁青着一张脸，拿出了萧炎应得的工资。那模样都给熏儿逗笑了，得到辛苦费的萧炎也不墨迹，手掌一火陡然暴涨，旋即一道震耳欲聋的龙啸声中，一条紫褐色的火龙直接从火焰之中爆裂而出，最后狠狠地撞击在那厚实的金币之上。锋利的龙爪舞动着，金币瞬间便是爆裂开了一个巨大坑洞，火龙的尾部连接着萧炎的手臂，只听他一声厉喝：跟上！脚步狠狠一踏地面，身形便是快速地对着前方冲去。在其身后，古青阳一行人步步紧随。金币内火龙呼啸爆裂，萧炎的斗气消耗也是十分恐怖的。众人眼睁睁地看着萧炎像个抽水泵一样的将布袋里能量盒里的能量抽取出来，然后灌注进入前方那奋力开辟金币的火龙体内。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能量盒被消耗，萧炎他们也距离出口越来越近了。可惜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能量盒用完了。萧炎说出这残酷的事实时，不少人的脸皮都是抖了抖。古青阳几乎没有丝毫犹豫的就交出了仅有的一枚9星能量盒。萧炎毫不犹豫的接过，然后开口道：不够。火炫迟疑了一下后，也是取出了一枚9星能量盒交给萧炎。萧炎这个人呢，最是公平，怎么能厚此薄彼，让轻者痛仇者快呢？接着就道：再给我3颗。余下的众人皆是沉默，毕竟9星能量盒对于他们来说都算得上是相当宝贵的东西。最终还是那雷族男子叹了一口气道：唉，死在这里的话，再多的能量盒也是没用。十族的2名大汉见雷族给了，对视了一眼后，也迅速给了萧炎1颗能量盒。一时间再度对上众人爱的围观的魂牙二人，怂了，
十分不甘地将他们辛苦了好久才得到的9星能量核甩给了萧炎。将5枚9星能量核尽数收入手中的萧炎缓缓吐了一口气，旋即一拳轰出。那前方的火龙浑身火芒陡然大盛，旋即化为一道火影，瞬间洞穿一层层金壁。半小时后，在他们无限接近于出口的时候，萧炎在那翡翠金壁上看见了一个拳头大小、通体散发着淡红之色的圆形物体，仿佛一个奇异的虫茧。萧炎没有声张，以极快的速度积蓄力量，轰碎了这最后一层翡翠金壁后，手掌猛地朝前方四射的金屑中一抓，就触碰到了那个温润如玉般的东西。毫不犹豫将其收进纳戒中之后，萧炎脚掌猛地一踏地面，就以极快的速度冲出了通道。古青阳一行人紧随其后，脚掌踏入眼前灰色大地的一瞬间，一股股精纯能量就源源不断地顺着脚掌心渗透进他们的身体。这惊喜的发现还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就在众人为了劫后余生狠狠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正后方却是突然传来剧烈的嗡鸣之声，吓得众人急忙飞奔。回头一看，就见先前那被强行破开的金壁通道之内，一股股雪白色的浪潮正闪电般的对着萧炎等人暴掠而来。远古尸虫，他们追出来了！见到这一幕的古青阳等人脸色巨变。然而那白色的浪潮刚刚冲出能量壁时，飞舞的身体就戛然而止了，旋即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呼的一声化为一团白色粉末飘散开来。但诡异的是，后面的远古尸虫们并没有停下，而是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源源不断地从通道内悍不畏死地冲出，直到那能量光幕之前累积起了将近几米深高度的白色粉末，这种自杀式攻击才逐渐停止。众人都迷茫于这些远古尸虫到底在干什么的时候，只有萧炎若有所思地摸了摸纳戒。远古尸虫停止攻击后，萧炎一行人才回神，发现魂阳二人竟然早早的就逃了去。这2个家伙还真是狡猾。薰儿柳眉一蹙道。萧炎还没有接话，火炫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萧炎兄弟，这次多亏你了。既然到了第3层，那我2人也不在这里久待了，寻个地方好好修炼，然后便静待3年时间的到达。火炫冲着萧炎抱了抱拳，笑道。萧炎笑着点了点头，也是抱拳道：那便祝火炫兄一路顺风了。火炫一行人离开后，十族雷族也都告辞离开。至于那耀星级，因为不明的瞥了萧炎一眼，也离开了。这时古青阳才问起了薰儿他们的打算。薰儿当然是要同萧炎一起去萧玄的幕府了。古青阳深知天幕深处极度危险，而他改变不了薰儿的想法，于是偏过头问起了银袍男3人是什么想法。古真3人的想法就是没有想法，因为早在进入天幕之前，他们就被通玄长老下达了任务，保护薰儿。银袍男看向萧炎笑道：一直都还没介绍，古华黑烟军2统领，之前一直不是很懂薰儿为什么会执着于你，现在看来或许有着一些答案了。壮硕男也是笑了笑，接着道：古行黑烟军3统领，刚才多谢你了。对于面前看起来散发着善意的几人，萧炎笑着抱了抱拳，并未冷待。古青阳摊了摊手，笑着表示：既然如此，那便一起走吧。我们几人联手，只要不遇见斗圣级别的能量体，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但至于最后能否进入萧玄的幕府，便是得看你自己了。那里我古族曾有强者抵达过，但却无路可进，所以你也得有点心理准备。或许你的先祖并不希望什么人去打扰他。听到这话的萧炎微微一笑，点了点头道：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应该会有一些收获的。老实说，古青阳并没有很看好萧炎此行，不过他也不是很在意，只要保护好薰儿就行了。确定好目标和路线的萧炎一行人很快就出发了。此时2道黑色身影才缓缓浮现，可不就是那早早逃脱的魂牙2人吗？古青阳4人跟着萧炎他们一起上路了。魂力开口道。魂牙淡淡点头，旋即喃喃道：一起吗？也好，到时也省了麻烦。下次再见面，便是取你们性命之时，都给我等好了。天幕的第3层，薰儿一行人正围着一个火堆盘腿而坐。自从当日进入第3层到现在，已经足足过了将近3个月时间，萧炎他们的实力也都有所提高。只见古华随手将身旁的树枝丢进火堆中，吐槽道：哎，这天幕果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简单，上次差点把小命都给丢了。想起上次被一群平均实力达到8星层次的能量体包围的场景，古真扯了扯嘴角道：后面或许会比上次遇见的更加麻烦，做好心理准备吧。清楚这些人为什么会同他一起来的萧炎迟疑了一会儿后表示：要不接下来的路便让我自己进去吧。毕竟联手作战这么久，又一起经历过生死，萧炎对古青阳4人还是有些好感的，因此并不想他们因为自己的事而出现什么意外。听到萧炎这略显茶气的话，古青阳笑了，直接怼道：这话你得跟薰儿说，
薰儿怎么可能让萧炎哥哥独自面临困境？都走到这里了，便不要说这些丧气话。只要我们小心一些，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薰儿美眸盯着萧炎，柔声道。萧炎刚想开口说点什么的时候，前去探路的古行回来了。根据情报，南面、西面都是硬茬，只有西北方向尚有一线生机。为什么叫一线生机呢？因为这个方向的低级能量体虽然少，仅有3个实力在8星斗尊左右，以及1个9星层次，但却有一个半圣级别的坐镇在后方。可是为了萧玄之墓，最终众人抱着最好不要惊动了那半圣级别的能量体的幻想，走向了西北方。萧炎一行人在看到盘腿坐于一处巨石之上的4道能量体时，第一时间发动了攻击，突袭十分有效，他们毫不费力的就将4枚能量核收入囊中。可惜闯入者踏入这里的那一刻，你们便应该知道后果。闷雷般的声音响起的那一刻，萧炎一行人就见一身着暗红袍服，手持鬼头大刀，脸横几道刀疤的大汉出现了。只见那大汉扭了扭脖子，邪性的道：好多年没有尝过人血味了，都快忘记那是什么味道了。随后不知道是太久没有见到新鲜活人，又自言自语道：似乎在动手之前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吧，我的名字好像叫做雪刀圣者，你们听过吗？现在听说了。萧炎一行人约好了似的默默吐槽道。看着众人的表情，雪刀圣者就知道结果了，摇了摇头，十分遗憾和感慨。哎，看来果然还是没人记得，这种感觉真是让人不喜欢，还是快点解决你们吧。我的雪刀似乎有些忍受不了了。语毕，脚掌就微不可察地抖了抖。同一时间，察觉到什么的萧炎一袖子就将古筝给轰飞了。突然被迫体验空中飞人，又结结实实的一屁股坐在地上的古筝，尚还有些懵逼的时候，就见他先前所立之处已经被一道快若闪电般的血芒给生生的撕裂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此时心情犹如过山车的古筝在极短的时间内看了看萧炎，又看了看那雪道疯子，旋即迅速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屁股墩上的灰。古筝略有些幽怨地冲着萧炎道：你这家伙下次下手要轻点。听到这不识好人心的话，萧炎头也不回的就道：那就让你被他劈成2截好了。随后偏头看向古清扬与薰儿，萧炎又道：动手吧。薰儿与古清扬点了点头，旋即一同暴掠而出，手中印诀急速变换，覆地印，2道璀璨的能量光印就朝着雪刀圣者压去。雪刀圣者十分不屑的就是一笑，雕虫小技的话音刚落，手中的鬼头大刀就是直接隔着虚空斜劈2刀，毫无意外的破开了薰儿2人的联手一击。残余的刀气更是直接奔着薰儿2人掠去。就在2人急忙闪避而开的同一时间，雪刀圣者脚下的地面突然急速凹陷开来，旋即一道巨大的岩浆柱就带着恐怖的力道狠狠地喷射而出。雪刀圣者丝毫没在怕的，脚掌狠狠一跺，就将那巨大岩浆柱生生踩得塌陷而下，四处弥漫。燕分噬浪齿。雪刀圣者身后一道身影迅速闪现，然而雪刀圣者却是像早有预料一般，手中的鬼头大刀迅速在身后舞出一朵血红刀花，急速旋转间，不仅轻易将那齿芒撕裂而去，还余力不减地朝着萧炎削了过去。最终萧炎身形连退了10几步，才卸掉那股劲力。震退了萧炎，雪刀圣者正准备补刀，就听一声怒吼：狗屁的圣者，你可还不是真正的斗圣呢，脸皮也忒厚了点。旋即古华、古行、古筝3人联手酝酿出来的杀招就朝着雪刀圣者狠狠地招呼了过去。这波操作直接就拉满了雪刀圣者的仇恨值，蝼蚁般的存在也敢挑衅圣者威严。雪刀圣者冷笑，旋即左手紧握，然后猛地轰出3道血芒，闪电般的凝聚成3头血色猛虎，咆哮着与那3人撞击在了一起，然后3道红色喷泉就现世了。不过古筝3人也不是吃素的，身形急退间，动作十分统一的取出1枚能量核，赶紧吸收。一起出手，古清扬沉声道，旋即闪掠而上，紧接着薰儿、古筝几人再度射出。被围殴的雪刀圣者一时间有些措手不及，不过很快他就适应了节奏，将手中的鬼头大刀舞得密不透风，虎虎生威。期间不仅将古清扬等人的攻击尽数抵御，偶尔迸射出一道凌厉刀锋，还能够将薰儿几人搞得手忙脚乱。逐渐拿回主动权的雪刀圣者一记雪刀乱风斩，将自身化为一道蕴含着刀气的血红龙卷风，震退了薰儿一行人后，拎着他40米长的大刀就冲着萧炎去了。原因无他，主要是因为这小子在刚刚的大战中屡屡偷袭下黑手。萧炎见雪刀圣者几乎眨眼间就到了身前，连忙施展出天火3玄变，顾不得眉心处的酸痒，急忙将大天造化掌也酝酿在掌心。
然而就在鬼头大刀快要将萧炎一劈两半的时候，雪刀圣者却是突然停下了，死死地盯着萧炎眉间。雪刀圣者觉得自己受到了巨大的惊吓。你是萧族的人？略带颤抖的声音响起之时，萧炎掌心中急速凝聚的大天造化掌都顿了顿，飞速离开大刀的覆盖范围。萧炎皱眉道：你是如何知道的？雪刀圣者并没有接话，而是如同梦魇了一般喃喃自语道：这小子竟然是萧族的人，萧族的人不都死绝了吗？可是萧族的族文做不了假呀，以那位的通天本事，肯定在他进入此处时就感应到了。我若是将其击杀的话，恐怕日后定难逃那位毒手。不，我没有日后了。雪刀圣者这边正脑补的头皮发麻、汗毛倒立的时候，萧炎那边可谓是一脸懵逼，二脸茫然，正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就见雪刀圣者突然收了一身骇然的气势，大刀一收就道：走吧，这次就算你们好运。有些不太明白这家伙怎么突然就改变了主意的众人皆是一愣，随后面面相觑。雪刀圣者才懒得管他们怎么想的，只想赶紧送走萧炎这个小祖宗，最好当从未见过自己。雪刀圣者甚至还十分好心的给萧炎他们指了一条更加安全的小道。萧炎等人虽不明所以，但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不是？对着雪刀圣者恭敬的一抱拳后，萧炎一行人一溜烟的就跑了，生怕这个雪刀圣者临时变卦。谁又知道背后的雪刀圣者看到他们走后，也是狠狠的吐了一口气呢。目光看着天幕深处，雪刀圣者喃喃自语道：哼，这次你算成了我一个情，以后再出来清场，总该放过我了吧？离开后的萧炎一行人都奇怪雪刀圣者的骚操作。古华看了一眼身后，直接就皱眉道：那家伙真是莫名其妙，刚才还满身杀气，结果转眼就变好人了。他好像认出我是萧族的人。一直警惕着周围的萧炎随口道：你每一次气息暴涨时，额头上都会出现萧族的族纹，他也算是曾经的顶尖强者，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古清扬笑道：什么？听到这话的萧炎身形猛地一顿，转过头一脸茫然的道：我有什么族啊？古清扬一行人见萧炎这个反应也是有点懵的，但还是一五一十的跟萧炎说了。这下萧炎就更迷惑了，按理说自己不应该有族纹呀，而且这族纹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再说了，这族纹不曾具备半点力量，为什么那雪刀圣者会怕成那个样子？是萧玄。一旁的薰儿突然轻声道：天幕极其奇特，既然类似雪刀圣者这种半圣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存活，而且还具备生前的灵智，那么曾经达到了斗圣巅峰的萧玄前辈，难道便不能依旧残存？薰儿此话一出，犹如王炸，萧炎听得心跳加速，其他几人遍体生寒。走吧，等到了目的地，这些谜团应该便是能够解开。萧炎轻声道，随后身形陡然加快，直接就化为一缕模糊黑线，冲进了那淡淡的能量雾气之中。薰儿等人对视了一眼后，紧随其后。一行人按照雪刀圣者指的擦边路，在众多能量体领域的夹缝中前行，并未遇到任何阻拦，一切都顺利的不可思议。因此不出意外的话，意外马上就要找上门了。就在众人中场休息完，准备再度起身进行最后的赶路时，两道黑色的身影却是突然出现，然后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众人。萧炎，你们的速度也太慢了一点。一黑色人影道。听到这阴冷的笑声，萧炎猛地抬头，目光阴沉的盯着二人，沉声道：魂牙，魂力。嘿，我说是谁？原来是你们这两个跑得倒是挺快的丧家之犬。怎么现在有胆出现了？见到这二人，古华也是毫不客气的出言讥讽道。只是话虽然这么说，在场的众人心里都很清楚，以魂牙二人那么狗的性子，如此光明正大的出现，肯定有问题。对于古华的讥讽，那魂牙却是诡异一笑。放心，这次变丧家之犬的一定会是你们。语毕，他与魂力身形缓缓后退。就在他们后退的时候，两道身着灰色衣衫的老者却是如同鬼魅一般，在两人身前悄然出现。斗圣！萧炎一行人心中警铃大作，见到萧炎等人齐齐变脸，魂牙的心中那叫一个畅快，旋即怪笑道：这猎人与猎物之间的关系似乎又要开始倒转了。对于狐假虎威的魂牙，萧炎是没工夫搭理的，他几乎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面前的两位灰衣老者身上。这两个混蛋从哪里找的斗圣能量体？这种强者怎么可能会帮助他？古华皱着眉低声骂道。因为这两人也都是魂族的人，虽说已经陨落，但因为天幕生前的灵智却是被他们保留了下来。看来这两个家伙是有备而来。古真道。古清扬缓缓点头表示认可，旋即低声道：待会儿各自分散逃吧。两名斗圣，即便他们只是能量体，我们也完全不是对手。硬拼的话，我们没有丝毫的胜算。此话一出，众人皆是沉默。
谁能想到拼死拼活的眼看着马上要通关了，最后却是会被这2个原本是丧家之犬的家伙搞得这般狼狈。在众人沉默间，一名为魂雕的灰袍老者却是突然出声道：“魂族竟然还没有完全灭绝吗？”听到这话的魂牙立马狗腿的为之科普萧炎的光荣事迹，其目的就是为了多多上眼药，最终得出结论：萧炎必须得死。另外一名灰衣老者见魂牙在这里喋喋不休，很是不耐，忍了又忍后才开口出声道：“好了，不要再多说了，动手杀了，速度离开吧，别靠那里太近，迟则生变。”魂雕觉得此话有理，脚掌朝前一踏，就欲动手。察觉到他动作的萧炎一行人很是默契的就朝着四面八方逃了。然而下一秒，他们就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动不了了，是那灰衣老者出手了。萧炎等人转动眼珠，皆是骇然，这便是真正的斗圣强者吗？随手掌控一方天地？见到被轻易凝固住的萧炎一行人，魂牙忍不住的冷笑：“都去死吧！只要这些人死了，那古族年轻一辈也就没啥看头了。”就在魂牙已经准备好怎么亲眼见证这些天之骄子的死亡时，那凝固的空间中猛然爆发出一股极度炙热的金色火焰，火焰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刹那间所爆发的能量居然将这片凝固的空间冲击得剧烈波动了起来。就在这波动的间隙，紫褐色的火焰也是陡然爆发，连续2次的猛烈冲击使得这片空间变得摇摇欲坠。古清扬几人趁此机会，体内斗气陡然运转，合力挣脱了束缚。然而这次他们并未分散逃开，而是再度汇聚在了一起，因为先前的交手已经告诉了他们，分则死，合则尚有一线生机。萧炎一行人瞬间脱困的操作，让得那2位灰衣老者有些惊讶。不过魂雕很快就变得兴奋了起来，对，就是那种猫捉老鼠的兴奋。只见魂雕冷笑一声，嘴巴一张，滚滚黑云便是从其嘴中暴涌而出，旋即在那咆哮声中凝聚出一条足有千百丈庞大的黑色巨蟒。那巨蟒尾巴一甩，就是一片空间崩碎，旋即就冲着萧炎他们暴掠而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天火3玄变的萧炎，毫不犹豫的就施展出了天阶斗技大天造化掌。薰儿等人却是施展出了同样的斗技寂灭指。漆黑光圈连同漆黑手指与那黑色巨蟒相撞的一刻，一道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陡然在这片天地响彻而起。可怕的能量风暴自那接触之处席卷而出时，一道巨大的黑影猛地自其中暴掠而出，然后狠狠地对着萧炎等人拍了过去。看到那伤痕累累却力量依旧的漆黑蛇尾时，萧炎等人心头都掠过了绝望，秉承着死也要咬对方2口肉下来的心态，萧炎等人准备拼命。然而就在此时，变故突生，一道身影突然出现，袖袍一挥就将萧炎等人带起，然后快若闪电地对着天幕深处暴掠而去。血道圣者突然出现的救兵让得萧炎等人一阵懵逼，这血道圣者居然会出面救他们。没等萧炎他们想出个所以然来，就听血道圣者的怒骂声传来：“这些混蛋从哪里来的？在这里杀了他们，被那家伙发现，肯定又要血洗一次。”骂得太脏，此处省略。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得魂雕2人微惊，回过神来后就是一声怒笑：“哼，区区一个半圣也敢在我2人面前撒野，找死不成？”旋即2人猛然转身，齐齐怒喝道：“锁！”这一下血道圣者老实了，定在原地再也逼不动了，勉强转动的眼球里透着骇然，再是变为悲愤：“铁们的，怎么还不来？老子真就这么挂了？”成功让血道圣者闭麦的魂雕2人笑了，脚掌一踏虚空，便是直接出现在了血道圣者面前，手掌微屈，狠狠地对着后者的胸膛轰了过去。这一拳若是轰中，必然会将血道圣者轰成一片虚无。就当魂雕已经露出胜利的微笑，还有半尺就能收割掉血刀的时候，拳头却是再难进半寸。反被定住的魂雕2人慌了，什么人？在魂雕2人怒喝声落下之时，一道弥漫着古老味道的淡淡声音突然缓缓在这片天空中响起。看来在这天幕中还有着魂族的人残存呢。这道声音落下之时，那被魂雕2人凝固的空间也是瞬间土崩瓦解。萧玄，要完！听到这道声音的魂雕2人面如菜色，萧炎却是身体猛地一颤，体内流转的血脉突然间泛起一股奇异的波动，旋即一道身着淡青色衣衫的身影便是这般悄无声息的在萧炎等人面前的虚空浮现而出。魂族真是让人感到厌恶的血脉味道。那道身影抬起头来，露出一张并非极其俊逸的脸庞。魂雕2人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张让得他们异常熟悉的脸庞，突然想起来一件事，那就是萧玄实力强大，但也受天幕的压制，他不可能随时离开幕府，而且必须10年才能离开幕府一次。但现在10年之期并未到，那他也是无法现身的。想到这里，魂雕的狗胆瞬间又大了起来。
面前的萧玄并未亲至，仅仅只是影像而已。魂雕冷声道。听到这话的青衫男子微微一笑，黑瞳望着面前的魂雕二人轻声道：眼力倒是具备着一些，但你二人也太高看了自己。2名一星斗圣，可是在我面前连说话的资格都不曾拥有。于毕，手臂一抬，对着魂雕二人就是轻轻一握，伴随着碎的音节自那青衫男嘴中吐出，方圆1000丈内的空间在此刻尽数崩塌。旋即，一个漆黑色的无形巨手陡然成型，然后对着魂雕二人随意一拍，这片天地顿时如同地震了一般，剧烈的抖动了起来。如此大的阵仗，立马就引起了其他地方的一些强悍能量体的察觉。这个煞星怎么又出来了？只见他们动作十分统一的将体内气息尽数收敛，然后往地底一钻，就不见了踪迹。魂雕二人震惊于萧玄的强大之时，不忘人手一个拎着魂牙他们跑路。然而哪里跑得掉我？2人身形刚刚闪出100丈，身后的巨掌便是轰然而至。砰的一声响起后，魂雕二人的身体直接就是狠狠一抖，随后连惨叫都未曾发出，便是爆裂成了一团虚无。不过2人在爆裂成虚无之时，手中残留的劲道却是狠狠地将魂牙二人甩了出去，最后飞向了遥远之处。萧玄只瞥了一眼被甩飞而出的魂牙二人，并未出手拦截，毕竟8星斗尊在他的眼里真是连蝼蚁都不如。解决完这2个魂殿的小趴赛之后，青衫男这才转过身，将目光锁定在了萧炎的身上。这煞星下手还是这么狠。血道圣者望着那直接被青衫男一掌轰成虚无的2名斗圣，忍不住的咽了一口唾沫，但旋即又有些庆幸，还好今日出了手。萧炎面对着青衫男的注视，只觉得体内的血脉流转的越来越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这般对视持续了半晌，那青衫男的脸庞上终于是浮现了一些笑容。萧族总算是有人来了，也不枉费我多年的等待。青衫男踏着虚空，缓缓来到萧炎面前，轻声道。听得青衫男此话，萧炎直接就给跪了，规规矩矩的对着青衫男就行了一个萧族之中最为隆重的大礼。不孝子孙萧炎，见过萧祖。青衫男听到这名字微微一笑，道：萧炎倒是个好名字。随后手掌拍了拍萧炎的脑袋，又道：从你进入天幕的时候，我便是感应到你这一路的表现不错。突然被老祖表扬的萧炎挠了挠头，有些羞涩。好在一旁的古青阳、薰儿等人在此刻对着萧玄毕恭毕敬的行了一个大礼，躬声道：晚辈见过萧玄前辈。看了一眼古青阳等人，萧玄笑了笑道：你们古族并没有完全遵守当年与我定下的约定啊，这是要问罪的意思吗？此话一出，古青阳等人的额头瞬间就冒出了冷汗，连忙表示：萧玄前辈只是族中一些少数人而已，族长一直到现在都是遵守着一些约定的。萧玄对此不置可否，将目光一转，看向薰儿道：你的血脉跟古元很像。古元是我的父亲。薰儿躬声道。此刻的薰儿表面上看起来一如往昔，实则内心慌得一批，颇有一种丑媳妇见公婆的窘迫，有些忐忑这个在萧族中拥有着绝对话语权的长辈，在初次见面时就对自己有偏见。尽管现在的萧玄已经并非真正的活人，薰儿不知道的是，萧玄的内心其实高兴疯了。表面上，萧玄点了点头道：原来是那家伙的女儿，难怪拥有着神品血脉，果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随后目光在萧炎与薰儿身上扫了扫，又别有意味的笑道：不过最后还是我萧族捡了便宜。薰儿听懂萧玄有些为老不尊的话，瞬间就红了俏脸。此时萧玄却是看向了雪道圣者道：你先回去吧，以后你能够一直存在于天幕之中。多谢萧玄前辈，明白自己从此以后就是大佬罩着的人了。雪道圣者大喜过望，内心不断为自己英明的决定而庆幸的同时，连忙拱手道谢，随后十分识趣的就离开了。萧玄这才邀请萧炎一行人一同前往幕府，并道明了萧炎他们此时所见不过是自己投射而出的一道影像而已。得知这一真相的古青阳等人心头都是一震，仅仅只是一道影像，便是能够举手投足之间击杀2名一星斗圣能量体，这若是本体的话。天幕的最深处，萧玄指着前方一座古老石碑淡笑道：这里便是我的幕府。萧炎目光顺着萧玄所指望去，只觉得这座孤零零伫立在这片漆黑区域的石碑萧瑟寂寥。你们4人便是在石碑之处修炼，这里的能量乃是天幕中最为浓郁的地方，其余的能量体也不敢进入此中，所以不用担心安全问题。萧玄望向古青阳4人，淡淡的道：对于这曾经位于巅峰的强者，古青阳等人自然是不敢反抗的。至于薰儿的安危，不是还有萧炎的吗？
再说了，对手动动手指就能捏死自己，应该不屑费精神搞阴谋诡计吧？萧炎，还有那古族的妮子，随我来吧！萧玄道，然后双手负于身后，缓缓对着石碑行去。其身体触碰到石碑时，迅速变淡，最后彻底消失。见此情况，萧炎轻吐了一口气，对着薰儿伸出手掌，笑道：“走吧。”望着萧炎的笑容，薰儿心中的紧张一下就散了，顺从地伸出柔软玉手，放在萧炎的掌心中，任由后者拉着他，缓缓地对着石碑行去。萧炎，照顾好薰儿。古清扬等人抱拳沉声道：“你们也保重。”萧炎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伸出手掌轻触着石碑。石碑内，萧炎二人望着出现在前面的古老殿宇，有些失神。前方的大殿中心，萧玄正望着一池青莲，负手而立。能与我说说如今的萧族情况如何吗？萧玄道。萧炎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老老实实的交代了。老实说，萧族没落成这般，萧玄其实是早有预料的，但只要还有香火残存，便未曾到最绝望的地步。你有什么想问的吗？萧玄望着萧炎道。先祖现在是否真的活着？萧炎道。毕竟若是萧玄真的还能够以另一种形式活着的话，那么萧族兴盛必然有望。萧玄直勾勾地盯着萧炎好一会儿后，才缓缓摇头道：“你现在所看见的，仅仅只是我的灵魂残留。当年我陨落时，特意嘱咐人将我送入天幕之中，然后方才能够化为现在的模样，并且一直等待着你的到来。但这也仅仅只限于天幕，离开这里，我便是会在顷刻间荡然无存。”得知这一真相的萧炎有些失望，随后苦笑道：“如今的萧家实力太过没落。失去了血脉之力，我们根本就无法跟其他的远古种族抗衡。类似我这种，已是艺术中的艺术。”这话的意思其实是有着一丝怨言的。听到这话的萧玄微微抬头追忆道：“当年萧族还尚存在时，我便是感应到萧族的斗帝血脉即将枯竭。你应该明白，在那时候，若是血脉之力枯竭的话，萧族恐怕会立刻被一些虎视眈眈的对手毁灭。可想要补充斗帝血脉，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度出现斗帝。当年的我心高气傲，并不认为自己会被挡于斗帝之前。于是，在与族中众多长老商议之后，我们决定破釜沉舟，通过施展秘法，将当时全族绝大部分的血脉之力全部转移到我的体内。我明白那是所有族人最后的期盼，但最终我依旧失败了，并且在冲击斗帝失败之后，还遭受到了魂族的偷袭，重伤陨落。”话到此处，萧玄深吸了一口气，脸庞出现了一抹痛苦之色，是他辜负了所有萧族族人。萧炎见此情况，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沉默了半晌后才道：“那是最后的办法。若是任由血脉之力枯竭，萧族同样难逃末路。萧族不会因此有人而责怪您的。”语毕，萧炎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摸了摸眉心处，又道：“既然血脉之力枯竭了的话，那为何我会出现族纹？其实原因很简单。萧族的族纹不同于别族，它不是依靠别人赐予来的，而是依靠自己修炼出来的。萧炎之前在焚炎谷得到的天火三玄变，正是萧玄创造并赠予焚炎谷的，而天火三玄变正是开启族纹的钥匙。至于为什么萧炎的族纹总是若隐若现的，那是因为萧炎得到的天火三玄变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版。也正是因为缺少的那一部分秘法，萧炎才迟迟没有修炼出族纹。萧炎一听这话，就知道自家老祖没打算藏私，目光满是期盼的就朝着萧玄望去。萧玄受不了那亮晶晶的狗狗眼，不由得笑道：“放心，我孤独等待这么多岁月，所谓的便是将一切留给你。这天火三玄变的最后一步，自然也会交给你的。”听到这话，萧炎很是高兴。不过修炼出了族纹，但没有血脉之力支持的话，也是难以真正的将之发挥至巅峰啊。对于萧炎不自觉喃喃出来的话语，萧玄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对，族纹必须要以血脉之力作为源泉，血脉越强大，发挥出来的力量就会越强大。”听到这里，萧炎的眼眸瞬间就暗淡了下去。萧玄看着萧炎那毫不掩饰的情绪，觉得有些好笑，又有些欣慰。随后便踏入了那池水之中，行至最中央时，手掌一扬，那池水便是缓缓地旋转了起来。旋即一道道血色光芒也是自萧玄的体内缓缓传出，然后顺着脚掌尽数流进了池水内。伴随着那一道道奇异血芒融入池水中，那清澈见底的池水很快变得血红，而萧玄的黑发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雪白，甚至脸庞也开始变得苍老。看到这一幕的萧炎瞬间就变了脸色，刚想开口说点什么，就见池中的萧玄却是缓缓冲他摇了摇头，笑道：“
当年我拼尽全力保留了一些斗帝血脉，并将之用诸多手段封印，所谓的便是能够再度造就一位拥有着血脉之力的族人。而现在的我仅仅只是一道残魂，只能够在这天幕之中飘荡。振兴萧族的事我已无法完成，但天不亡我萧族，我相信你会做得比我更好。这些血脉之力中还有着我生前所封印的一些能量，我的后人，希望我当年对萧族族人的承诺能够由你来完成。眼看着那越来越衰老但眼神却越来越柔和的萧玄，萧炎只觉得喉头一紧，鼻子一酸。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红的池水里一股浓郁的血腥味弥漫而出，与此同时，一股极端恐怖的奇异能量也是缓缓地扩散开来。站在池水之旁的萧炎感受到这股奇异能量时，没有丝毫的不适，体内的血脉甚至在极度的渴望叫嚣着。这便是萧族的血脉之力吗？萧炎的手掌紧握，下一瞬一道嘶哑的声音响起：萧炎，进入血池，传承萧族最后的血脉之力吧。池中的白发老人冲着萧炎微微一笑，道。望着萧玄那副衰老的模样，萧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随后坚定地走向了血池。他很清楚自己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接受，一定需要接受的还有全力以赴率领萧族重返巅峰。毕竟现在的他是这个败落的种族唯一的希望。在萧炎进入血池的那一刹，一道道细若游丝的血色能量就如同穿梭的细针一般，狠狠地对着萧炎的身体刺去，最后极为蛮横地撞进其毛孔之中。突然间的剧痛直接让萧炎倒抽了一口凉气。刚开始会有些痛，血脉之力必须先将体内普通的血液洗刷而去，方才能够重新将拥有着血脉之力的血液灌注进入你的体内，这是传承的第一步，换血。看到萧炎迅速苍白的脸色，一旁的萧玄出声道：作为能收服异火的男人，萧炎怎么可能不行呢？咬紧牙关，萧炎强行忍住了那种撕裂般的剧痛，然而体内血液的流失让得他感到极度的虚弱。萧玄瞧得萧炎的眼皮逐渐耷了下来，猛地就是一声厉喝：不能昏睡，否则旧血清除不干净，就无法将血脉之力发挥至极致。萧玄的厉喝直接让得萧炎一个机灵，清醒了不少。这一清醒，虚弱和剧痛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但只能咬咬牙凝神，苦苦煎熬着。池旁的薰儿见到萧炎这般痛苦，忍不住的玉手紧握，十分心疼。萧玄见此情况，长叹了一口气道：哎，非常时期只能行非常手段。然后就在血池之旁盘腿坐下了。1个月后，萧炎如何从帅小伙变成濒死的皮包骨，过程就不细说了。接下来只要将拥有着血脉之力的血液灌注进入萧炎的体内，就大功告成了。然而随着又1个月过去，那一缕缕血丝钻进萧炎体内的过程中，萧炎眼看着再次变成了帅小伙，气息也越来越强的时候，一道低沉的爆炸声却是突然响起，一时间血雾四溅，一股金色的光芒诡异的自萧炎体内弥漫而出，竟是直接将那些充满着血脉之力的血丝阻拦了下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就将薰儿2人整不会了。什么情况？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萧玄皱着眉头思索了好一会儿后，手掌猛地一拍，一道充斥着极端错愕的声音就从其嘴中传了出来：龙皇血脉之力，这种传说中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萧炎的身上？龙皇血脉之力是什么东西？薰儿更疑惑了。注：龙皇指的是拥有着太虚古龙与远古天皇血脉的神秘生物，是魔兽界中真正的至尊。萧玄有生之年都未曾见过，至于萧炎是怎么得到的，可以看牛牛之前的视频。之前给萧炎清除血液时，不知为何未能将这所谓的龙皇血脉之力清除掉。现在的重点是，龙皇血脉之力正在阻止萧族的血脉之力融入萧炎的体内，强行冲撞的话，只会令得萧炎受到重创。薰儿很担心萧炎现在的情况，时间紧迫，萧玄几番权衡之后，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想要一些古族的血脉之力。因为萧玄当年发现萧族血脉衰败之时，就亲自实验过，将2族的血脉之力融合在一起。虽然失败了，但他也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用强悍程度丝毫不弱于斗帝血脉的第三方来调和，成功率将会高达80%。而萧炎现在的情况很适合做一场赌博，毕竟龙皇血脉就是那再合适不过的用来调和的第三方。萧玄这疯狂的提议一说出，饶是以薰儿的定力，脸颊都是忍不住的微微一变。因为血脉之力这种东西，一般都是被他们这种种族视为族中最高规格的机密，绝对不能容许让外人得到。而且在薰儿的认知里，同为斗帝血脉，两者根本不可能进行融合。如果强行融合失败的话，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可萧炎现在的情况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80%的成功率，萧炎哥哥一定能够渡过难关的。
薰儿并没有迟疑多久就同意了萧玄的提议。萧玄见此情况，直接就是抱拳弯身，冲着薰儿道：“我代萧炎与整个萧族先行谢过。”对于萧玄的大礼，薰儿只是苦笑。他明白萧炎的骄傲与愿望，而且萧炎现在的情况并不好，想要在实力与势力都极度强悍的对手中以胜利者的身份脱颖而出，那么他便是必须得具备强悍的实力。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薰儿玉手迅速结出几道奇异印诀，旋即指尖在皓腕上划过，不多时，一颗约莫半个拳头大小的雪球就是浮现在了血池中。薰儿停了下来，白着一张小脸轻声道：“萧玄前辈，这些就是我目前所能抽取的绝大部分的血脉之力，若是再抽离的话，便是会影响我本身的血脉等级，而这种事一旦被族中所察觉的话，他们必然会联想到萧炎哥哥，到时候萧炎哥哥反而会身处险境。”作为萧族曾经的族长，萧玄自然明白，薰儿愿意抽离古族的血脉之力来给予萧炎，已经是冒着何等大的风险。虽然这些血脉之力看似并不多，但薰儿想要将之补回来，至少得需要再修炼2年时间，这份情不可谓不深啊。再度对着薰儿抱了抱拳，萧玄郑重道：“已经够了，多谢。”薰儿微微摇了摇头，目光凝视着池中双眼紧闭的萧炎，柔美的笑了笑，并未说话。许是因为能够帮上爱人而高兴吧。萧玄见此情况，摸了摸胡子，笑道：“放心，会交给你一个比来时更加完整的萧炎哥哥。你先好好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事儿便交给我。”语毕，目光转向血池，双手闪电般的结出道道印诀。宁的低喝声响起之时，那血池顿时高速旋转了起来，而萧炎正处于那漩涡的中心，身如石雕，纹丝不动。随着血池的旋转越来越剧烈，萧炎身体弥漫而开的紫金光芒逐渐变得暗淡。某一刻，一枚半个拳头大小的雪球陡然飙射而出，闪电般撞破金紫光芒，然后重重地轰在萧炎的胸膛之上，随后就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融入了萧炎的身体之中。雪球融入萧炎胸膛的那一刹，一道道细小的血箭不断地自萧炎的皮肤中射出，转眼间便是将其渲染得如同血人一般。薰儿见此情况心疼极了，惨白着一张脸看向萧玄。萧玄深吸了一口气，手中印诀再度一变，就见那高速旋转的血池瞬间凝出一道道血拳，接连不断地撞击在萧炎的身体之上，而每一次撞击，血拳都会极其诡异地侵入萧炎的体内。这下好了，两股斗地血脉之力，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你一拳我一脚的相互拼杀侵蚀着，颇有一种不死不休的架势。萧玄趁着这俩货打得正开心的时候，活像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把那隐藏在萧炎体内某处的龙皇血脉之力也给拉进了战圈。方法好像是有用的，不多时，这3种血脉之力就跟不打不相识似的，开始手拉手玩起了爱的魔力转圈圈。3色血液圆圈转着转着，居然就开始融合了。虽然融合的极慢，但1个月后，还是有着一丝呈紫红色的奇异血液缓缓地自那圆圈之中流淌而出，最终凝现出了一枚约莫拇指大小的紫红色菱形晶体。紫红灵晶出现后的不多时，便是化为了一道紫红光芒，狠狠地射进萧炎的心脏。灵晶融入后，随着萧炎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会释放出一缕紫红色光芒，令得其心脏的跳动更加有力。成功了！手掌重重地搓在一起，萧玄激动地喃喃道：“成功了，真的成功了！”薰儿见萧玄狂喜的表情，紧绷的心也终于是一松，连忙叫道：“萧玄前辈！”薰儿的叫声成功让萧玄冷静了下来。萧玄看了看薰儿，重重的点头，表示他们真的成功了。随后将目光转向萧炎，才开口道：“血脉已经融合成功，不过由于古族血脉与龙皇血脉并不多，所以这种新生的血脉之力也无法贯通萧炎全身，只能够将这股血脉放在心脏深处逐渐培养。等日后这种新生的血脉之力足以流通萧炎全身所有血管时，那便是真正的大成。到时究竟能否突破斗圣，进入那1000年未曾有人达到的地境，得看萧炎确切的造化了。”对此，薰儿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心里却是期待着整个斗气大陆因为萧炎哥哥而颤抖的那一天。接下来便是等待他将我遗留的能量彻底吸收了，时间不会短，这期间你便在此进行修炼吧。这里的能量是天幕中最为浓郁的地方。萧玄冲着薰儿道。薰儿轻轻点头，美眸盯着血池中央的萧炎，半晌后才缓缓闭目，进入修炼状态。萧玄见此情况，微微一笑，看向血池中的萧炎，若有所思的低声喃喃道：“这小家伙魅力倒是不浅啊。小知识，拥有着神品血脉的远古种族之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会逐渐变得完美。这种完美意味着会很难对异性有特殊的感觉。1年后，寂静的古老殿宇被一阵轰隆的声音唤醒。
已经重新变得清澈的池水突然间炸起了巨大的水柱，大殿瞬间就下起了暴雨。萧玄与薰儿却是眼睛眨也不眨地锁定着萧炎，眼看着萧炎的气息以一种极端恐怖的速度暴涨，6星巅峰、7星、7星巅峰、8星、9星、斗尊巅峰。萧玄同薰儿都很慌，因为萧炎若是无法抵御这种实力暴涨的诱惑，那么他的成就多半就会止步于此。萧炎，可千万不能失去理智啊！你已经是萧族最后的希望，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面前凝重一片的萧玄在心里祈祷着。其实萧炎是很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的，怎么可能会被这种短时间提升起来却华而不实的实力引诱嘛？停留在斗尊巅峰的不多时后，萧炎的气息就开始飞速减退，仅仅只是短短几分钟时间，就直接从9星巅峰的层次减弱到6星左右。当然，此时的6星可完全不是萧炎当初那种6星层次可以相比美的。这家伙压得还真狠，不过这可是会反弹的呀。萧玄咂了咂嘴道，他是没想到萧炎这小子出手这么狠。萧玄的话音刚落，就见萧炎的气息果然反弹了，只是这次回弹的速度比之先前慢了许多。等气息再度回弹到9星层次时，萧炎又将其压了下去，如此反复，最终停留在了8星巅峰。到萧炎的气息彻底稳定时，其紧闭了1年半的双眸终于是舍得睁开了。睁开双眼的第一时间，就见2道紫红色的金光如同实质劈炼一般自萧炎的双眼中爆射而出，然后大殿之内的一根擎天石柱就变成了粉末。金光爆射后，萧炎那原本漆黑的双眸中隐隐多了些许紫红颜色，看上去有种颇为妖异的感觉。随着一口炙热浊气被萧炎吐出，一股极端的畅快之感自萧炎的体内油然而生。下一秒，一道隐隐间夹杂着龙吟凤鸣般的轻笑陡然自其嘴中长啸而出，一时间如雷般的笑声在古老的大殿中滚滚不休。哈哈，痛快！只听萧炎一声大笑，旋即手掌一拍水面，身体便是闪掠而出，轻飘飘地落于雪池之旁。恭喜萧炎哥哥了！见到萧炎顺利出关，薰儿嫣然笑道。萧炎一个闪身，用力抱了抱薰儿后，就转头朝着萧玄走去。多谢先祖。萧玄看了看吧嗒一声跪地上的萧炎，目光中满是柔和的将萧炎扶起，道：萧族振兴有望啊，不枉我等待多年。不过这次你得谢的恐怕还得是你那小女友，若非她的帮忙，你也是无法融合3种血脉之力。萧炎转头看了看薰儿，后者却是微笑着冲着他缓缓摇了摇头。薰儿的意思萧炎自然是明白的，他并不想让2人之间分得太清楚。想到此处，萧炎的心头当下涌上一片暖意，得女如此，夫复何求？最后还是萧玄出声打断了2人的深情对望。萧炎，如今在你心脏深处已经被种下了新生血脉的种子，你得好好保护它，千万不能让它出现什么差错，因为它将会是你能否达到地境的关键。随后萧玄的脸色又有些凝重的道，你若是能够达到地境，萧族那些族人体内的废弃血脉便是会再度拥有生机，而且还会比以往的血脉之力更强，这是振兴萧族唯一的希望。萧炎闻言，手掌轻摸了摸胸膛，默默点头。另外，你得多加小心魂族，我与他们打过不少交道，这个种族颇为神秘与诡异，即便是当年萧族鼎盛时，都是仅只能与他们持衡。按照我的一些猜测，魂族的实力恐怕比古族都要强上一些。萧玄沉声道。听得萧玄此话，萧炎与薰儿的脸色都是有略微的变化。萧炎是震惊于敌人竟然如此之强大，薰儿则是觉得有些难以接受，因为古族的实力如何，自己再清楚不过，而且这些年古族与魂族也是有所交手，但基本上是胜多输少。薰儿不知道的是，萧玄其实所言非虚，当年萧族与魂族大战，萧族拉拢了不少的帮手，但却始终未曾讨到太多的好处，更何况魂族传承时间久远，却似乎并未出现过血脉枯竭的情况。萧玄看了看神色各异的2人，叹了一口气后对着萧炎道，反正在你未曾达到斗圣之前，尽量小心一些，你手里有驼蛇谷地狱，魂族的人必然会来找你。随后拍了拍萧炎的肩膀，话题一转又道，你们进入天幕已经有2年时间，还有将近1年，你们便是会被传送出去，这1年之中多加修炼，多适应一下这些暴涨的力量。说完，手掌一握，一卷绘制着火焰图文的卷轴就被萧玄塞进了萧炎的怀里。完整版的天火3玄变终于是到手了哇！目光炙热地盯着那布满着火焰纹络的卷轴，萧炎突然道，先祖，既然这天火3玄变是由您所创，那您当年应该也是拥有着异火吧？萧玄当年的确拥有3种异火，没有焚诀的他全仗着自己强横的实力强行将他们控制，并没有将他们吞噬炼化。不过可惜，在那最后一战中，3种异火都被彻底引爆了。萧炎现在所修炼的功法同天火3玄变的适配度是很高的，
萧玄很期待见证萧炎未来能达到什么高度。不过现在嘛，还是老老实实修炼吧，争取在离开天幕之前，成功将足纹修炼出来。我严哥人狠话不多，同薰儿交代了一声后，便是直接盘腿而坐，将卷轴贴于眉心，将其中所蕴含的大量信息尽数收入脑海之中。半晌后，萧炎双手突然闪电般的结出手印，短短几秒，3遍即开。萧炎体内气息陡然暴涨。与之前的开启状态不同的是，萧炎能明显感觉到，似乎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正在血管之内飞速穿梭，而其目的地赫然是眉心处。就在那些个奇异力量在萧炎体内蹦迪之时，外界萧炎的眉心处一道浑然天成的纹路缓缓浮现而出，接下来是第2道、第3道，然后萧炎就失败了。一道细微的声音从萧炎体内传出之时，刚刚浮现的那些奇异纹路都消失了。懵逼的睁开双眼，萧炎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败，还是萧玄及时解惑道：勾画足纹需要极其庞大的斗气以及极度精妙的控制力，而现在的你实力刚刚猛涨，显然未曾达到那种真正的随心而动的控制。而萧族足纹分9笔，你先前仅仅勾勒出了3笔。萧炎一听这话，心里一阵苦啊，光是3笔便是消耗如此恐怖，这与人对战时还敢开启足纹吗？似是感应到了萧炎的怨念，萧玄又接着道：所谓万事开头难嘛，只要你将全部足纹激活，日后战斗只要心念一转，便是能够直接施展足纹。听到此处，萧炎觉得自己又可以了。萧玄见状笑了笑，旋即挥手道：好了，继续吧，第一次能够勾勒出3笔，已然是不错的成绩。静心凝神，完美的控制每一道斗气，最后方才能够将9笔彻底勾画出来。对此，萧炎默默点头，略作消息后，便是再度开始修炼足纹。这一练嘛，就是半年多，期间萧玄看得之紧，萧炎那是一点偷懒的机会都没有啊。终于，一个玄奥的紫红色足纹在萧炎的眉心处显现了。嗡！就在足纹形成的那一刹，萧炎体内的血脉流动速度陡然加快，一道奇异的声音透过血管身体缓缓传了出来。成功了！萧炎紧闭双眸，睁开之时，眼中紫红光芒大盛。片刻后，才从眉心处的那道足纹一同被收敛到皮肤之下。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萧炎站起身来，抖了抖身体，听得骨骼间传出的那道脆响之声，萧炎微微一笑。半年多的修炼不仅让他成功练出足纹，还令他对体内的斗气再度恢复到了以往那种炉火纯青的控制之下。现在的他已经是实打实的8星斗尊巅峰了，再加上诸多手段，萧炎自信，即便是面对9星斗尊的强者，他都是可以与之一战。算算时间，3年也应该到了吧。目光缓缓抬起，望向古老大殿外的萧炎道：还有5天时间左右，3年时间便是会到达，这天幕之行总算是要结束了。望着萧炎脸庞上的沉吟之色，一旁的薰儿也是微笑道：是该离去的时候了哇，这时间过得还真快。一旁的萧玄也是在此刻笑道，但声音中的那淡淡的落寞与寂寥却是怎么也藏不住。毕竟天幕固然让他以另外一种方式存活到现在，但同样也给予了他无穷的孤独。在这片没有人气儿的世界中，他们就如同囚犯一样被这个世界囚禁着。先祖，以后你还会这样存在着？萧炎沉默了一会儿后道。萧玄轻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还有其他办法能让你彻底复活吗？萧炎又道。对此，萧玄笑了笑，表示自己知道萧炎是个炼药师，但自己已经是一个早已死了无数年的灵魂，甚至连灵魂都是残缺的。若是日后萧炎能够突破至地境，说不定能够想到一些让自己解脱的办法。至于现在嘛，多想也是徒劳。拍了拍萧炎的肩膀，萧玄表示，我独自承受孤独，遗留在这里，所谓的并非是能够再度复活，而是能够将萧族的血脉之力再度传承下去。我并不想让萧族的血脉之力伴随着我，永久的埋葬在这暗无天日的天幕之中。萧炎自然是明白自家老祖的，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压抑着心中翻腾的那些情绪。萧炎道：先祖放心，天幕我必然还会再来，不过下次再来之时，我必然突破至斗圣。听到这话的萧玄感到欣慰极了，缓缓一笑后，手掌突然一招，一个巴掌大小的光团就从萧炎的纳戒中飞了出来。萧炎先是一愣，随后定睛看了看，那光团之中悬浮着的一个拳头大小的玉俑，可不就是自己随手扔进纳戒里的东西吗？这东西先祖认识？萧玄还真就认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呢看到这里了，给您来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